尊敬的面粉们好，我是面具人。今天你们赚钱了吗？今天出大事儿了，今天真的出大事儿了，太恐怖了，太乌托邦了。今天节目的标题你们都看到了吧？哎呀呀，我日了，太恐怖了。面具人找到了几个视频，等会儿放给你们看啊，你们可以自己仔细的品一品啊。看完这些个视频，我都无语了。等一下，看这个视频之前呢，大家先来把屏幕下面的点赞、订阅、小铃铛给打开，顺便呢把这个节目转发到3个平台以上，截图发送到我的邮箱，就可以参与抽取本月的神秘大奖，是一个可以让你跟着我赚钱的超级大奖哦，能让你一个月至少赚一些生活费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再等一下，给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那就是企鹅币这个阶段的 IDO 已经结束了。IDO 内部的发行价为0.045美金，最高涨到了接近0.2美金。今天也维持在0.09美金。那面具人的会员也都已经套利了，这也就意味着我的会员们，包括看到我视频参加了 IDO 的面粉们啊，最少都是翻倍赚，对吧？你哪怕是今天才抛0.045到0.09，是不是翻倍了，对吧？那如果是在前2天抛的话，那可能就是赚了个4、5倍、5、6倍了，对吧？这个事儿，你们如果说没有跟上的话，可别怪面具人我没有告诉过你啊。我已经讲了很多次了，你没有能够及时的收到我的节目，收到我的消息，那只能怪你倒霉，或者是没有打开小铃铛。所以说呢，打开面具人的节目的点赞小铃铛、订阅加会员是有多么的重要呀！哦，对，我再给你们预警一下啊，那就是月底我依然是不会怎么去操作大盘的比特币、以太坊之类的。为啥？因为我得到了一个非常恐怖的有关于砸盘的消息啊。那在节目的最后，我会给大家着重分析的。好，先来给大家看几个视频啊。你们在看的过程中千万不要走神儿，在看的过程中你们可以发挥想象，没看懂的话可以返回去再看一遍，然后呢你就能看明白这些个玩意儿究竟有多么的恐怖了。各位观众仔细看好了。断卡行动开展以来呢，银行支付机构清理异常卡呢14.8亿张，我们国家的人口呢只有14亿，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数量是非常惊人的。昨天我的银行卡突然被停用了啊，暂停使用了，不能取钱。那么今天去了这个银行去处理的时候，他把你这半年的流水全部打出来，他一个一个的问，他问你这笔钱转过去是干嘛的，这笔钱转给谁，又是什么用途，问那么多半年之内的，知道我们实际上每个月开支挺大的，然后转的账又特别的多，有很多东西都记不清楚啊，问太多记不清楚，他就说你这个消费太多了，怎么样。现在广东这边查这个什么电信诈骗这些特别的严格，所以到后来我感觉这张卡已经不安全了，我就取了几千块钱出来，我本来是想着再去办一张其他银行的卡，结果去办其他银行的卡的时候去了又是一个麻烦事情，人家又问你办卡干什么，然后问你自己有卡干嘛还要来办卡，结果到后来我卡也没有办然后手上的这笔钱还在这手上几千块钱，是不是？现在广东这边查的好严了，办张卡都这么难搞得我很无语。现在几千块钱揣在身上这真的是纳闷的很哦，兄弟们，问的太多了。本来我们消费就高，一个月我有的时候一个月成千上万的去消费，哪里知道哪笔钱是干嘛的嘛？就在昨天，我的银行卡突然暂停使用了，不能用了。我当时正在购物买东西我一刷，刷不了，你的银行卡有异常。然后我就立马我又往里面存点钱呢，它又可以存进去，很奇怪。然后我又转账出来呢，转不了，上面它就显示你这张银行卡存在异常，然后现在暂停使用，直接跟我暂停使用了，根本就不通知我们的，突然之间就这样子，当时我吓坏了，我以为出了什么事了，我里面有钱了然后今天的话，我就立马跑去这个工商银行去排队，没想到那里面全都是办这个业务的人了，不仅仅是我一个人出现这种问题，好多都是这种情况都吓坏了，他们都很着急。
我看还有10几个人在等待，我就回来玩一会儿，等一下再去啊。真的很奇怪的，他都不通知我们的，突然之间给你停了。当我要付款的时候，结果付不了，你说尴不尴尬？不是说我没有钱，是银行卡付不了账，很纳闷啊，这种情况啊，真的是很奇怪啊。等一下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你们处理的时候，经历了什么？大家可以互相讨论一下。他这种行为，我感觉真的不好，都不事先通知一下。搞得大家真的是很不方便了，又吓一跳啊，心里面吓一跳，知道吧？抖音建议大家把自己的微信支付干脆就卸载掉，因为最新的政策啊，我是亲身经历的。你只要是你的经营性收款，不管是微信收的还是支付宝收的，一律按45%交个人所得税。大家不要不信这个事情，只要大数据查到你微信收的任何款都要交45%。所以建议大家一定不能够微信的收款了。如果为了保险起见，大家干脆把微信支付卸载掉啊，微信的要用，微信支付你就干脆就不要用了。这个是血泪的教训，一定要信我。看完了吧？哎呀，面具人，我看到今天这个视频的时候，我真的是那个心头的怒火呀，直接就上来了。你们不信的可以去翻阅一下面具人往期的节目，看看面先知去年有关于共产党要推进数字人民币以及相关的政策、割韭菜的政策，包括网格化管理等等各种阴谋的分析和预测。再看看今天，是不是都实现了？这些视频当中啊，有一个最恐怖的叫做断卡行动。那什么叫做断卡行动呢？断卡行动说白了就是断掉你的银行卡的行动。它这第一轮呀就断掉了14.8个亿的银行卡，基本上就是人均一张。好，一人一张卡都被断掉了。大家再想一下啊，现在银行卡办理起来本身就非常的艰难啊，又要这个证明那个单位的盖章，对吧？那你再想一下，断卡行动一次就断掉了人均一张。如果说这种行动再来上个2、3轮，基本上中国的普通平民手里面都不会再有银行卡了，对吧？那到那个时候，我就问你，用不用数字人民币硬钱包？因为你没银行卡了，你是不是只能用数字人民币硬钱包了？对不对？你不用也不行。外面的商家、餐馆、医院都是只支持数字人民币硬钱包付款收款。你不用，你就买不到饭，买不到商品，看不了病，对不对？诚然，现金是可以用啊，现金始终都是能流通的，但是我党只需要一个政策，那就是用人民币现金是违法的啊，是洗钱的嫌疑，那你就完蛋了，你就算有现金，你也用不了。以后的现金都会被我党没收、充公、回收上去，供那些个红色权贵们在世界流通。你是奴赖，你是奴隶，你就只能用奴隶币啊！当然了，面具人，我刚才说的那个词儿叫做什么？奴赖啊！为啥我说，我忽然发明了这个词儿叫做奴赖呢？因为你不但是奴隶，你还要赖在共产党的屁股底下舔共。你不是赖子，你不是赖皮，你不是奴隶，你是啥？简称奴赖啊！我刚才说到哪儿了？说用现金，对吧？虽然说现金是可以用的，但是你挡得住现在的举报文化吗？以后呀，我再给你们预判一下啊，中国的各种店家、商店、超市、酒店、餐厅、医院、旅馆啊，都会统一的被共产党要求安装统一数据库的监控，再加上动态识别。这个动态识别可厉害了啊！你上班睡觉没睡觉，你在干什么？包括谁用现金都可以直接被摄像头扫描出来啊！再加上大数据啊，你别说是你躲开摄像头了，你用手机里面的什么短信、微信通话都能被识别，只要谈到现金2个字，就会被大数据识别，然后呢就报警就抓你。
自己觉得挺聪明，拿现金交易就安全了。错，现金交易超5万就属于大额交易，会被记录的。以后大数据不仅是银行、税务，还有进出口、消费、交通等等等等，全部打通。你以后拿钱去消费啊，你是要说清楚来源的，否则你这钱都花不出去。所以说，不管是企业还是个人，有了收入之后啊，要及时申报纳税。抖音。就像往常我们网上要交易呀，现在微信不让收款之类的收款就要交45%的税。那我们是约一个地点线下交易，对吧？我说能用现金吗？能用米吗？能用各种的什么你只要能想得出来的那些鸡蛋呀收米呀那种谐音词毛爷爷呀之类的，大数据都能给你扫描出来。只要你通过通话、短信、微信各种形式，只要你在共产党的网络下，大数据都能给你采集出来。我不是扑你了大数据都能给你采集出来，知道不所以说呢，以后用现金呀，你也未必用得了确切的来说就是用不了用了就抓你抓到了你了以后呢，就把你往那个黑局子里面一关，腿给你打断说夸张一点就是这，除非你把钱上供出来能保自己平安还有呢，我能想象出来的各种方式比如说那个验钞机，把你的这个现金都给记录上，把你的这个票号都给记录下来总之呢，以后用现金会越来越难。等大家的现金都没有办法流通了，或者是都被控制了，都被上缴了、没收了以后呢，那以后的中国人呀，就是人手一个数字人民币钱包，等于说呢，你的钱包里面的钱多了少了，怎么用怎么花，完全不是由你控制的是由我党上面的那个键盘手给你控制的。一键增发，一键不让你用，一键让你能在哪儿用，都是我党控制的。你的钱袋子是时时刻刻被我党抓紧着呢。这样的话，就相当于全民无产，全民共产。数字人民币等同于当权者的权力和控制能力是能无限放大的。于是呢，他们就可以想怎么割就怎么割，甚至可以一键杀人。比如说，我现在不想让你活了，我就把你的数字钱包一冻结，让你买不了吃的，让你看不了病那你说你还能活得下去不？活不下去了，对吧？软件一旦设置，就能做到让你买不到吃的饿死，看不了病病死。软件一旦设置你说你让你的朋友帮你，你说你让好心人帮你，不行我软件一旦设置了以后，你这个人就是一个信号源，谁敢给你转钱，谁敢给你转吃的，谁敢给你看病我就能让帮你的人一块被感染，帮你的人同罪，一块跟你去死。听懂了没？我只要软件一设置，就能让举报者领赏，不举报者受罚，帮你的人同罪。统治者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大数据、数字人民币钱包，把你捏得老老死死的，就像刚才那个视频里面说的一样。好多人他没犯法呀，他什么也没做呀，就是转账收款呀，卡就被封了，钱就拿不出来了。面具人，我只想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呀，对不对就共产党设定的这些逼玩意儿什么往前数半年，往前数2年你2年内、3年内所有的交易，2年内交易了800笔，你800笔都得一字不落，一个不错的全部说出来，那一般人哪能记得牢呀？对不对？这就是要弄你，这就是要搞你，是不是？封你的卡，封你的钱，共产你。有了数字人民币、大数据之类的，包括军队、军火，还有媒体，那统治者就可以随意的控制你的衣食住行、行为模式、大脑把你脑洗得彻彻底底的，把你人束缚的死死的，并且呢，他也可以那个叫做什么来着随意的用各种花样的方式处决你
啊，比如我可以把你贴大字报，我可以让你网络游街，可以让你电视认罪，可以把你压到现实中游街，我可以让你的大数据被染啊！只要接触过你的人，不举报你的，不唾弃你的，不批斗你的，全部都当同罪。谁敢援助你，谁敢施舍你，也都会被大数据扫到同罪。他们会落得跟你一样惨的下场，甚至比你更惨。我要是统治者，我就要保证，我要整死你，我要让你翻不了身，我要让你被周围的人围剿，我就要让你当一个猪圈里面的猪、奴才、狗，世世代代的被我踩在脚下，为我服务，被我剥削，被我压榨，被我喝血啊！谁敢帮你？谁敢帮你啊？我要把他整得比你更惨。听懂了没？啊，这就是红色贵族们管理奴隶的国策啊！而且呢，奴隶也必须这样管理，否则呢，3天不打上房揭瓦，对不对？这是中国每一个小孩从小都听过的话，对不对？3天不打上房揭瓦。共产党会把中国人像猪圈里面的猪一样，就像那牲口一样，强制的圈养，强制的管理起来。你们还别不信。面具人去年就已经说过网格化管理了，只不过呢，我去年的预言到今天实现了啊！去年不听我劝的人，赶紧出国，赶紧跑路的人，今天就要被像一只狗一样、一只牲口一样、一只猪一样关在牢笼里啊！你们每一个人的家就是你的监狱，这是我去年说的原话啊！来。11月3号，记者在西安雁塔区电子城街道综合治理和网格化服务管理中心看到，疫情态势管控平台大屏幕上实时显示出辖区内的31个社区正在居家隔离户数以及累计解除隔离户数等信息。记者了解到，电子城接办辖区常住人口有30万左右。一旦居家隔离人员打开房门，门磁设备错开3厘米，我们的系统后台就会发出警告，我们的工作人员就会通过电话、上门等手段，及时掌握、了解居家隔离人员的现状，消除隐患和风险。据了解，为确保疫情防控全覆盖无盲区，电子城接办率先利用互联网技术，在居家隔离人员家门口安装电子守门员智慧门磁系统。具有感应预警装置的小方盒安装在门角上后，门每打开一次，传感器就会上传记录，向后台发送提示，并且不会产生异常响动，以免打扰到周围邻居。隔离群众如有扔垃圾、收快递等需求时，也可以通过开门来提示社区工作人员给予帮助。目前，这套智慧门磁系统已在雁塔区的8个接办社区全面推广应用，既降低了居家隔离人员私自外出的可能性，也大大解放了防控人力，提高了工作效率。我们可以监督工作人员的履职情况，对于工作人员是否按时进行巡检做出判断。到今天，你们可以去看一下面先知的预言是不是都已经实现了？数字人民币消你的卡，甚至让你在家坐牢。现在中国共产党打着以防疫的名义，以老百姓安危着想的名义，还要给每家每户的门上装警报器。这个警报器是24小时联网警察局的，美其名曰网格化治理管理中心。实际上呢，里面全都是警察、国保、国安。这个警报器是可以规定你什么时候能出门，什么时候不能出门，上班走哪条路线，下班怎么回去，回去的时间要用多长时间，这些都是所谓的大数据给你算好的。啊，面具人，我说难听点，这个玩意儿叫警报器，实际上呢，共产党把它起了一个比较容易让老百姓心理按摩接受的名字，叫做门磁。我告诉你，你不按照共产党给你规定的什么时间能出门，什么时间不能出门，出了门在外面能待多久，几点钟该回家。如果说你不按照这些剧本走，你敢脱离剧本，
轻则呢就是数字人民币一键罚款，把你好不容易挣来的钱给弄没了；重则呢就是抓进局子，把你关小黑屋；更重则呢，直接就是把你抓到小黑屋里面毒打一顿，再放出来啊，不给钱再打一顿。听懂了没？啊，自己辛苦拿劳动力换来的钱会被别人一键删除掉，自己辛辛苦苦住的家、盖的房子、买的房子却有门而不得出，自己好不容易生下来的孩子却不能由自己来教育啊，要成为红旗下的蛋，被党教育，要爱党，爹亲娘亲不如党妈亲，还要吃着毒奶粉，喝着地沟油，吸着毒空气。各位观众，地狱也不过如此嘛。好，咱们再来说一下金融吧。我告诉你们，比特币今天有一个非常不好的坏消息啊！大家来看这张图，超过60亿美元的比特币期权将于本周5到期。比特币最大的痛点是48000美金。本周5到期啊，还有1天多的时间。黑色星期五，西方人很迷信这个的啊，所以呢，我尤其是对西方市场比较悲观。那刚才说到了这个期权到期是怎么回事啊？这个期权到期究竟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啊？面先知我可以给你们通俗的解释一下啊。期权到期一般会面临交割的问题，说白了就是还账的问题啊。我们通俗的来理解，就是说这60亿美元的比特币期权将面临套现抛售的下场，因为他要把钱给人家交割了，除非呢是另外有机构用更高的价接手这些比特币期权而续期，让上一家脱身，否则呢结果就是你们懂的啊，套现砸盘嘛，对不对？我刚才说了有2种可能性，一个是有更强的机构接盘拿资金进来啊，买下这个盘子这个期权，那就有可能会造成拉盘，对吧？否则呢就是砸盘。所以呢这个期权一到期啊，2种可能性都会有，要么砸盘，要么拉盘。哎呀，我这不是废话吗？但是现实情况确实是这样的。But 大家记住了啊，砸盘这块还有个币安清退的事情，也是在同一天哦。记住了没有？币安清退啊，要给这些人还钱，要让这些人把钱抽出来，不用币安了。那我问你，是不是砸盘？所以说呢，砸盘这块上有比特币期权到期，下有币安清退。我是叶问，这个姿势太像叶问了，是吧？咏春啊，继续讲主题啊，不开玩笑了。上有比特币60亿的期权到期，下有币安清退砸盘，那总体加起来呢，就是空的成分高一些，空占60%-70%了，至少。所以说呢，砸盘这块还有个币安清退的事情，那么就会给砸盘的可能性加码了。那面具人，我建议各位啊，总之呢，这段时间大家还是关注一些比较青春潜力的币吧。有这个什么比特币呀、以太坊之类的主流币啊，由于里面的庄家机构包括牵扯到的利益链条太庞大、太复杂，里面的这个监测数据也过于完善，咱们普通的散户能钻空子的可能性非常的小。所以说呢，我不太建议大家这几天去操作比特币和以太坊了反而呢，你们可以去多关注一些有潜力的、有活力的新币。那么我不知道你们还记得不？我上个节目末尾的时候，我给大家说了我和我的会员在观察的那个币，目前呢那个币已经涨了50%了，仅仅用了2天时间啊，收益还不错。但是它的长期价值、它的长期潜力还有待观察，所以呢，目前这个币我还不能公开给各位面粉们。包括如果各位有想要参加面具人我最近在内测的一个交易平台
这个平台是每个月能让你赚到不少生活费的平台。如果说你们想提前参与、提前布局的话，或者和我布局我早期的马上即将接手的一个预售项目的，之前的 XZ 宝箱、塞拉的宝箱涨了多少倍，你们都是有目共睹的，对吧？嘿嘿，如果说想跟上我下一个项目的，请下载 Line 或者 Telegram 搜索添加 ID Maskman118 办理会员入群手续。OK， 祝你好运，月底爆仓愉快。